这个寨子的景色还挺美的，建在一个山窝窝里面。真心的建议大家不要随便回农村建房子，花的钱有的时候买的就是一个教训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结合我这几年每天走村串巷，看到很多这样的现象。农村人总觉得自家老宅基地丢弃掉太可惜了，然后在城里面本来已经是买了房定居下来，工作也在城里面，总想着还花费好几十万回农村去建房，最后房子建好了，一年到头没回去住一两天，几十万就这么丢下去，很多人非常的后悔。那今天我们走到的这个村子，有一户非常典型的代表，他们家是在县城附近种茶叶的，开了一个大公司，也很有钱。前些年赚钱的时候，投入了200多万，在老宅基地之上建了一栋木房子。房子建得很好，整个占地面积将近是有500-600平左右，还有地下室。房子呢，完全是按照我们苗族的一个建筑风格去建造的。建下来之后，将近有7年左右了吧，基本上每年都很少回来，基本上都是住到城里面。然后他也说了，挺后悔的，当年如果把这笔钱拿去投资，继续去做一些产业，可能现在会更好一些。房子建好了没去住，就是一种浪费。在干嘛，小朋友？你们干嘛？洗澡去吗？去。哦，一天到晚洗澡，这小孩真的是特别的可爱。其实我们小时候也都是这样子过来的，那时候记得不会游泳，就是每天泡在这个水沟沟里面，久而久之也学会了游泳。好像有点跑偏话题了。继续来说，为什么在农村不建议大家去建房？如果你真的用得着，可能去建房还是比较好，但是用不着的话，你去建房子真的是一种浪费。现在农村里面的生活条件也是越来越好了，看基本上生活物资啊，还有卖冰棒的都有，都是从城里面拉过来到农村里面来卖的。当然，住在农村里面，很多生活物资也可以到集市里面去买。基本上现在村村寨寨都通了公路，交通比以前都方便了许多。现在老百姓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好。我们今天进入的这个村子呢，家家户户啊，房子都还建得挺不错的。当然，寨子里面还有很多木房子，这也是比较传统的这个苗族寨落了。大部分的房子有些外墙还是用牛粪浮起来的，像这样的建筑啊，已经是非常少了。记得以前我们家也是这样子，外墙用竹子来编，然后用牛粪涂抹上去。现在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下那栋200多万的建筑。刚才我们说了，有个老板花了200多万建造的房子，就在镜头的前方。从这边走过去啊，将近是有好几分钟。然后我们近距离的来看一下他们周边的环境，还是挺不错的。他们当年老宅呢也是在那一块，然后把老宅拆掉，再重新建的房子。房前屋后呢都是土地，背后呢是山林。门前呢有很多稻田，这边也是每年都会在稻田里面养鱼的，底下是有一条小溪。他们家的这栋房子啊，整体的建造将近是花了5年左右的时间，全部都是按着吊脚楼这样子去建的。有个非常大的院子，还有院门，包括就在马路这边都砌了一座院门。从这边过去就属于他们家的一个范围之内了。
房屋呢总共是有20多间，上下2层的结构，是纯实木结构的房子。其实它的地下室据当地的人说，都是全部挖空了，在地底下，也就是木房子的下方，还是有地下室的。在那底下呢，据说储存了很多酒。可能有很多朋友就会说，我有钱，我肯定想回家建房子，这样子有面子，对不对？中国还有句古话说的“落叶归根”嘛。但是我个人的建议，还真的不建议大家花费巨资来到农村里面建房。毕竟现在小孩子长大了，总要出去闯荡一番，对不对？读书城里面也更方便，医疗条件城里面更为方便。然后小孩子长大读书、就业、买房、结婚生子，都要到城里面去。你花个几十万、几百万，在农村建了房子，这一代过完，下一代就不会过来在这边生活了，对不对？毕竟太多的不方便了。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会说，农村才有那种烟火气息，有个柴火灶台，是不是一家人煮了饭，其乐融融的，到冬天还可以熏点腊肉。但是这样的条件，相比于在城里面，还是有诸多的不便。确实，在农村里面生活是很有那种烟火气息的，但是呢，你也会失去很多。休闲娱乐倒是可以的，但是正儿八经花那么多钱去农村建房子，确实我觉得不太值吧。个人的建议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，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。那这期就给大家拍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